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1楼最靠近楼梯的那间教室，规则是所有人必须提前5分钟落座。竟然还有这种规则，多谢你的情报。若是没有人提前告知，这样的教室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他笑了笑，我第一堂课是在4楼上楼梯后，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规则是全程必须紧盯老师，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随后他又有些担心地问道：这样很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，毕竟一堂课有足40分钟时间，你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希望4堂课过去，我们还能再遇见。这一堂课看似凶险，却在大家的冷静默数和互相补救中安稳地度过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和青青分别，踏上了前往4楼的阶梯。在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我安定地在角落里坐下。随后教室里前前后后走进来4、5道人影，广播里也无情地宣告着上一堂课的结果。在第3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30名学生。相比于之前2轮远超半数的死亡率，第3轮的数字显得没那么触目惊心。一番静静等待之后，老师终于起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规则。可当他粉笔落下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他写的内容竟和青青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全程紧盯老师。我相信青青不太可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加害我，所以说我们的猜测错了。哪怕同一间教室，每一堂课的规则也不尽相同，而这堂课的规则和上堂课类似，同样是一种游戏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将会蒙住双眼，同学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藏匿。5分钟之后，蒙着眼睛的老师将在教室内摸索，被摸到的同学将被淘汰。请注意，本场游戏的范围圈定在教室以内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将被淘汰。待到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顺势掏出一张黑色的手绢缠到了双眼上。我扫了眼前后门，发现这是唯一一次没有自动关上教室门的课堂。可以预想，如果有人为了逃避老师的摸索跨出那道门，将会直接变成4件的血肉。我观察了许久，实在没发现这教室里有什么地方好藏的，只好借着桌子翻到了立式空调的顶上。幸亏我算不上重，能勉强在上面站稳。随着5分钟倒计时结束，台上本来安静无比的老师突然凝出一道诡异的笑容，伸出双手。游戏开始后，我死死盯着讲台的方向，就讲台正下方就蹲着一个皮肤白嫩的少年。他不知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想要验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竟直接躲在了离老师最近的地点。只可惜这位蒙眼的老师，他摸索的第一个地点正是自己的周边。少年终于忍耐不住，急忙滑出几步，想要逃窜，谁知老师竟提前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无奈之下，他连躲几米退到了门口，情急之中，他不小心退到了门外。随着一声尖锐的警报声响起，他直接原地炸开。最靠近他的一位女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惊恐地喊了一句，虽然只是极小的声音，但仍然被老师敏锐地捕捉到。老师的身手十分矫健，明明蒙着双眼，却能以极快的速度在课桌间穿梭，一把拎出了藏在课桌底下的女人。老师的笑阴森至极，嘴角几乎咧满了整张脸。找到你了。饮水机后，椅子下方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躲藏起来的同学们被陆续找到。游戏才刚起了个头，1/3的进度都还没熬过，已经淘汰了大半，只剩下蹲在空调上的我和一个攀附在窗沿上的长发少女。以她的矫健的身手和敏锐的感知，配合这样地毯式无死角的搜索，我很难相信我们剩下2人可以顺利完成整整40分钟的考验。这分明是个死局。眼看老师离那个长发少女越来越近，我的心里也十分焦急。等她死了，很快就轮到我了。除非我能像蜘蛛侠一样爬到天花板上，否则教室里已经没剩几个空间了。我忍不住盯着黑板上的规则，不停在心里默念。突然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猜测：